上期呢，我们对比了美国和加拿大的衣食住行的一些基本生活成本。那么这期呢，我们就接着来说教育、福利、安全以及就业的比较。那么先说教育，这又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话题哈。我们先不聊太深，就简单的对比两个方面，也就是教育质量跟教育成本。那么从教育质量上来说呀，我的结论是呢，基础教育上加拿大的平均质量更高。而美国呢是好的极好，差的呢也不少啊，质量啊是参差不齐。而在高等教育上呢，则是美国完胜。加拿大呢是一个偏社会主义的国家哈，以学校为代表的这种社会资源呢，大多数是公立的，那么它的社会结构呢也更加的扁平，所以基础教育上啊，加拿大的各个学校的硬件师资呢都保持在同一个水平线上，没有太大的差别。而生源质量上呢，加拿大又没有太多的这种贫困啊、犯罪和种族问题，也没有像美国一样存在不少的一些问题学校，所以呢，加拿大的基础教育的平均质量啊，比美国要更加好啊，平均的国民素质呢，也相对来说更高一些。那么根据经合组织，也就是 OECD 的一个数据，加拿大和美国的国民受教育程度排名呢，分别是位于第7位和第8位啊，都有超过92%的国民受过高中以上的教育。那么在学生的平均成绩上啊，加拿大是以517分位列第4啊，前3名呢分别是爱沙尼亚526分，韩国呢和日本都是520分，而美国的平均成绩呢只有495分，位列第19位。而在教育平等性的排名上啊，也就是说无论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差别而获得的公平的教育机会，那么美国呢是在39个国家中排名28，而加拿大的排名呢则是世界第2，仅次于爱沙尼亚。经合组织的排名啊，与我们的普遍认知是基本差不多的。美国的基础教育的平均质量呢，一般啊，好的好，差的差，这也是受限于美国社会的这种阶层和种族分化比较严重啊，远远没有加拿大的社会那么样的一个平均化。而在教育体制上呢，与加拿大的公立教育占主导啊不同，美国的私立学校呢占比是比较多的。那么加拿大的基础教育呢，虽然也有一些私校，但还远远称不上是那种叫精英化的贵族教育。那么它大多数的公立教育呢，是一种个性化的补充，比如说什么教会学校啊、男女这个分校啊，或者说是强调艺术体育的私校。而在高等教育上呢，加拿大的公立教育就更强势了，好的大学呢几乎全都是公立的，私立大学呢大多数是一些职业类的学院。而美国的私立教育啊，则更多的是在培养真正的精英阶层。我们单从学费上啊就能看出区别。加拿大的顶级 K12私校之一啊，温哥华的 St. George， 也就是圣乔治学校呢，它的走读生的学费是每年3万加元左右。而美国公认的顶级私校麻省的 Phillips Academy 是5.4万美元一年啊，折合7万多加元了，是加拿大的2倍还多。而学校呢，在一个学生上投入的成本呢，其实加拿大和美国相差的就更多了。而且啊，这个学费还仅仅是一方面，您要看学校能够提供给学生的一些这个学习资源、课外活动资源，尤其是每年毕业生进入名校的一些入学比例。那美国的这个 Phillips Academy 那就绝对是碾压了啊，基本上就是一个藤校的输送机。而类似的顶级的精英私立学校呢，在美国比比皆是。那么加拿大的私立学校啊，真的是望尘莫及。简单来说呢，基础教育上加拿大的平均质量更高，但美国呢有更好的顶尖私立教育。当然了，我们的前提就是要付出极其昂贵的成本。再说高等教育，加拿大和美国呢就更不在一个水平了。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，我相信呢，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跟美国的高等教育相提并论。根据2024年 QS 大学排名，全世界前30名的大学当中啊，美国就占了13所，而加拿大呢只有2所。但在加拿大呢，高等教育的成本是要比美国是要低了不少的。我们拿加拿大排名前3的大学来举例哈。无论是多伦多大学、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还是麦吉尔大学，那么它的本科生的学费每年基本都是几千加元啊，上不起学的情况呢是非常少见的。
这还是因为加拿大的公立教育体制，好的大学100%都是公立的，都享受政府拨款。而美国的教育质量虽高呢，但好的大学呢大多都是私校，学费成本呢也是高到天际了。那么在 QS 排名全球前30的13所美国大学当中啊，你像麻省理工、哈佛、斯坦福、芝加哥大学、宾大、康奈尔、加州理工、耶鲁、普林斯顿、哥伦比亚、约翰霍普金斯，那么这些全都是私立的，只有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和洛杉矶分校这2所学校是公立体系。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所收集的数据啊，美国在2023到2024学年的平均学杂费中呢，私立大学是42162美元，公立大学州外学生是23630美元，那么公立学校的州内学生的收费呢是10662美元。那么就比如最著名的这个哈佛大学哈，它每年向本科生收取将近6万美元的一个学杂费。那么如果再加上其他的费用，比如说住宿啊、伙食啊、书本啊，那么哈佛大学预计呢，这个每年的成本大概是95438美元。其实美国靠前的私立大学啊，基本上都要这个水平的花费。也就是说呢，在美国读一个4年制的本科的一个名校啊，全部下来大概就需要40万美元左右。那么这笔钱呢，对于一个普通的工薪的这个北美家庭来说，绝对不是一个小数字。所以说呀，能上得起美国名校的，都是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家庭。那么即使美国的公立大学学费稍微便宜一些，比如说我们上面提到的加州大学体系，但呢，它只是对本州的学生有一定的优惠，而外州的学生他学费也同样的不低。比如说2024到2025学年啊，加州大学全系统的本州学生的学杂费呢是1.44万美元左右，而州外及国际生呢则是3.42万美元左右。那么再加上加州高昂的生活成本，哪怕是在加州大学这样的公校，其实总的费用也不低。但我们都知道啊，金钱还只是美国教育竞争的一小部分决定因素啊。精英化教育呢，绝不仅仅是靠几十万美元的学费就能够搞定。美国的教育呢，早已成为社会阶级分化的一个重要的标准。我们都知道亚洲国家这个教育特别卷哈，比如说什么中国、日本、韩国，甚至印度，它竞争都非常激烈。但殊不知啊，美国才是真正的卷王。你想要有资格来支付藤校每年6、7万美元的学费啊，那就要在之前付出10倍甚至几十倍的代价，让孩子去接受全盘的精英化教育，以至于拼学术成绩和分数呢，已经是最简单的了。那么真正的竞争的舞台呢，是课外成就，是孩子的认知、体验、人脉以及社会经验的积累，这些呢才是最大的门槛。所以简单来说呀，加拿大的教育更加的平均化和扁平化啊，有钱没钱都能上得起学，平均质量呢也都不错，少数的顶尖大学和顶尖专业呢也是世界闻名，而且呢它的入学基本上只看成绩，极少考虑家世、肤色以及课外成就。但是美国的教育呢，就是更加的精英化，这就跟社会结构也非常的类似啊。想要在美国活得好，那就要成为社会精英，而想成为精英，那么名校是一个必要的一个敲门砖，而想要进入名校呢，就要从小竞争。但是话说回来啊，我们也必须要承认，美国的精英教育啊，确实是厉害的，它培养出的人才呢，也是最顶尖的。而且美国也有这样的商业和学术环境来给人才以最合适的舞台，所以呢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也是美国的一种强大之处吧。我们下面再来看看2个国家的社会保障、治安以及种族问题。那么在社会保障上呢，加拿大可以说是完胜美国的啊。我们总开玩笑说加拿大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，这还是有一定道理的。首先呢，加拿大是一个全民的免费医保。看病呢不用花1分钱，而美国呢则需要购买医疗保险。那么根据统计呢，2023年美国全国平均每个人要交的医疗保险费用大概是每个月560美元左右。这里我给大家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哈，在美国华盛顿州靠近加拿大有一个小镇叫做 Blaine 这个小镇上呢有一个律师叫做莱昂纳多桑德斯。
他原本是一个加拿大人，后来呢移民到美国，成为一名律师。因为呢他住的离我所在的温哥华很近啊，也同样是做移民服务的，所以我经常关注他。那么他在一个美国的一个采访当中就提到啊，作为一个自雇职业的律师，他在美国每个月要为全家支出的医疗保险费用呢是$3000左右。这其实是非常真实的一个案例啊！我不知道他的家庭人口是多少，但是呢，一般比如说2个孩子的4口之家，在如果没有雇主的情况下呢，$3000恐怕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美国的医保支出了。而在美国呢，如果有正式工作，那么雇主会有一个医疗保险的一个福利啊，但是个人呢也要缴纳一定的比例。那么在有雇主的情况下呢，2023年美国一个家庭的医疗保险的自付比例大概是每年$6106。可以说呀，高昂的医疗保险呢，也让很多美国人是无力支付的。2023年啊，美国就有2700万人是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，占总人口的8%左右。加拿大呢，虽然是全民免费医保，完全不用担心医疗费用的问题。但是啊，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面。加拿大的这种全民免费医疗呢，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效率低、等待时间长的问题。但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。另外，在加拿大呀，还有一个福利是美国没有的，那就是孩子的牛奶金。目前在加拿大呢，6岁以下的孩子每年最高可以领到$7400的儿童福利金，那么6到18岁的孩子呢，最多可以领到$6200。当然了，家庭收入越低，牛奶金越高，而如果是高收入家庭，牛奶金的比例也随之降低。那么这笔牛奶金啊，是实打实的现金啊，是按月发放的。加拿大的公民、永久居民，甚至居住超过18个月以上的临时居民都是可以领取的。对于一个有3个孩子的低收入家庭来说啊，一年的牛奶金就可以领到2万加元左右。那么这笔钱呢，应付一个家庭1年的吃穿是绰绰有余的。再加上孩子上学不需要花钱，医疗也没有后顾之忧，所以啊，很多低收入家庭呢，也并不会因为暂时的这种困难而潦倒破产。而美国呢，则是完全没有牛奶金这种现金的福利啊，那么只是针对低收入家庭有一些退税的政策和食品券。当然了，美国还有针对这种低收入家庭以及弱势群体的医疗福利，俗称呢就是白卡啊，为这些弱势群体呢提供低成本或者免费的医疗服务。但是白卡的申请要求啊和负债范围呢，每个州都不尽相同，计算非常的复杂，我们就不一一细说了。再说退休福利哈。退休福利呢，两国也是有一些差别的。不过退休金的计算呢，同样是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，我们很难一一对比。但是整体而言呢，美国的退休金更加依赖于工作年限以及这种社保缴纳的数量，而加拿大呢则更加的灵活，对移民也更加友好啊。无论是有没有缴纳过养老金的社保，只要是在加拿大居住超过10年，65岁之后呢，都能够领取这种退休金。那么目前美国和加拿大的生活成本涨得呀，其实都比较厉害。所以呢，现在光指望着这种社会福利的退休金来过日子呀，其实都是很难的啊，尤其是想过上这种舒适的退休生活。所以在北美养老啊，除了这种社会的养老金，还要有个人的存款或者一些被动的收入。那么在福利上啊，基本上从任何一个角度来对比呢，其实加拿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呢，都要远远的优于美国。但是话说回来啊，高福利意味着高税收，另外呢，全民福利也导致社会呢它缺乏一个竞争和活力啊，很多人不用太过努力也可以过得去，而这也养成了加拿大人比较佛系啊、与世无争的这种生活方式。而对比起来呢，美国的生活虽然远没有加拿大那么有保障，但是呢，在激烈的竞争中呢，却也不断地推动着科技、教育、商业以及经济啊，还有文化的发展。那么这真的就是两种社会体制所决定的一些区别。我们再说治安和种族问题哈，这两个国家呢，其实也都是差不多的半斤八两。治安上呢，加拿大也并没有比美国好多少啊，美国的治安呢，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差。那么它恶性事件呢，也一般只是在新闻当中出现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呢，都是比较安全的。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啊，这两个国家也都存在各自的社会问题。
美国最重要的问题呢是贫富差距过大啊，种族和阶层割裂，枪支毒品泛滥等等等等。那么这些呢，其实都是美国的历史遗留问题哈，它没有办法解决，是无解的。而加拿大目前最大的社会问题呢，则是临时居民增长过快，对原有稳定的社会呢造成冲击，公共资源紧张，社会问题下降等等等等。那么加拿大的问题呢，虽然不是一个社会顽疾哈，但是人口问题呢，也需要长时间的消化才能够解决。提到了移民和种族问题啊，这两个国家呢都是极其多元的移民国家，但是呢，美国的非白人群体呢，主要还是以非洲裔和南美裔为主，那么加拿大呢，则是以亚裔和印巴裔为主。那么种族歧视上呢，加拿大稍微比美国好那么一点点，但呢，其实也都是半斤八两。表面上的歧视呢，已经很难见到了，但是呢，骨子里的隐形歧视，我可以说还是有的。那么少数族裔在这两个国家当中呢，依然是弱势群体。具体的华人啊，因为加拿大的华人比例更高啊，华人移民的生态呢，其实是更加完善的。而美国的华人呢，整体来说，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呢，要比加拿大要高一点。最后啊，我们再来说说这两个国家的就业。整体而言啊，美国的就业以及赚钱的机会就要完胜加拿大了，基本上是没有可比性的。美国的商业呢是全球最发达的，生态也最为完善，那么自然就业机会也是最多的。那么尤其是在一些顶尖的大公司工作，它的薪水呢会比加拿大高很多。你比如说 IT 科技啊、金融或者是能源行业，它的收入呢甚至是加拿大的2倍、3倍甚至更多。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有上百万的加拿大人生活在美国的原因啊！除了去美国养老的这种雪鸟一族之外呢，更多的则是去美国打拼的加拿大年轻人。那么这其实呢，也跟我们国内年轻人都想去北上广深发展是一个道理。但是呢，加拿大的就业呀，也并非是一无是处。加拿大的薪水和机遇啊，虽然没有美国那么多，但是它的经济呢更加的保守，工作呢也比较稳定。一旦融入了加拿大的职场啊，其实是比美国更加的轻松的。那么不用加班，不用内卷，劳动者的权利呢也更有保障。但是呀，目前加拿大受到人口激增的影响，它的入门级的工作竞争是极其激烈的，我可以说哈，这对新移民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事情。那么移民的在前期的阶段，其实就业是比以往是更难了。而美国的就业机会虽然更多啊，尤其是高端工作，但是这样的工作呢，要求也更高。华人的职场精英，尤其是在硅谷啊，在华尔街上打拼的这些华人，他们绝大多数呢都是美国名校毕业的留学生，都是经过很多年的这种移民与职场的这种残酷的竞争之后呢，最终胜出的幸运儿。而对于一个半路出家呀、刚刚移民的中年人来说呀，即使在美国这样发达的商业社会，就业呢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所以您看啊，美国的就业机会虽然多，但是好工作的要求极高啊，职场的生存压力呢也是很大的，丝毫不亚于国内。没办法，美国的人才太多了，竞争也是全世界最激烈的。所以啊，其实理性的来说，对于一个30多岁甚至40多岁在移民的普通人来说，其实加拿大和美国的就业呢没有本质的区别，都不容易。但是呀，无论是美国还是加拿大，都是相对比较公平的社会。哪怕是一个语言不好的中年移民，只要肯吃苦啊，只要肯学，一样能够获得不错的收获。这里我就要着重说说自雇职业了，也就是说自己创业啊。在北美呢，哪怕是从最基础的蓝领干起，比如说木工、油漆工、水泥工、园丁，或者是说什么修车呀、美甲呀、宠物美容啊，一旦熟悉了这种市场和行业，那么后面呢是会做得越来越好的，养活自己根本就不是问题，甚至还有可能是做强做大。那么这点呢，就跟亚洲的创业有很大的不同啊。一个人很有可能，比如说这个前脚还在星巴克谈动辄上亿的创业项目，那么后一脚呢，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创业失败，或者是因为失业，有可能连送餐的工作都找不到。而在北美呢，有大把的从小做起的创业机会。当然了，这些都是小生意，但是小生意呢，却能真正的养活一家人，甚至后面很有可能有很大的成长空间。尤其是呢，如果能在华人社区扎根，低下身段去做这些服务类型的创业，我们反而呢是比其他族裔更有优势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华人扎堆的原因。
其实呀，任何一个族裔也都是同样的道理。好了，我们说了这么多美国和加拿大移民生活的对比呢，最后我们再做一个盘点。总体来说呀，其实在这两个国家生活呢，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啊，住的房子、开的车子、吃的食物、说的语言，甚至生活习惯都基本差不多的。但是在细节上呢，美国的消费，比如说食品和快消品的价格呢，要比加拿大便宜一些，但是呢，它的住房成本其实并不低。而在教育上呢，加拿大的基础教育呢，它的平均水平更高啊，生源的平均素质也更好。但是呢，美国的精英教育是无人能敌的。那么，如果孩子或者家庭呢都有这种能力的话呢，去美国接受顶级的私立学校的教育，或者去藤校念大学，还是一个最好的选择。甚至在加拿大的很多的华人移民啊，孩子呢是在加拿大受良好的这种基础教育，然后呢选择去美国上大学，这也是很普遍的一种现象。而涉及到社会福利呢，则是加拿大明显要好过美国。其实放眼全世界呢，加拿大也是社会福利最好的国家之一，甚至超过绝大多数的北欧国家。它的好处呢，显而易见啊，免费的医保啊，高额的儿童福利，完善的养老体系啊，甚至对任何一个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，都让这个国家的人民呢生活没有后顾之忧，他的幸福感相对比较高。但是负面的角度呢，这也极大的加重了社会负担，从而呢产生了很多不公平的现象。高税收呢，让努力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回报，而不努力的人呢，则可以安心躺平。同时呢，这也让加拿大的经济呢一直是不温不火，没有起色。而美国呢，则是典型的这种弱肉强食的一个自由市场经济啊。那么穷人呢买不起医疗保险，甚至一旦破产呢，则很难再有翻身之日。而富人们呢，机会虽多，但是呢，也要靠不断的努力来维持阶级啊。甚至现在的美国的精英阶级呢，是最努力、最辛苦，也是最拼命的一个群体。这也让美国的这种阶级差异啊越拉越大，它的社会呢也越发的撕裂，以至于现在的中产阶级在美国呀，它的数量不断的缩小，而精英阶层和底层人民则在不断的扩大。我们再说回具体的生活啊，在我看来呢，加拿大更适合一个普通家庭的一代移民，它的完善的社会保障和扁平的社会结构呢，能让移民更好的融入，生活呢也没有太大的压力，它的幸福感呢也相对比较高。但是不好的呢，则是机遇比美国少了许多许多。而在美国呢，一切要自力更生，医疗、教育和住房成本都要远高于加拿大。但它的好处呢，就是有更加广阔的一个发展的空间。当然啊，前提就是自身也要优秀。所以啊，如果是优秀的年轻人，尤其是能在美国顶级的高等学府深造的这些学霸呀，美国其实是最耀眼的舞台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分成2期的美国和加拿大的移民生活方面的一个对比。就像是我在第1期开篇所说到的哈，我们不去谈论太多的深层次的历史、经济、地缘政治以及民族个性方面的差异，只是单从一个华人移民的视角呢，在生活上做出一些比较。这其中呢，肯定有我认知片面的地方。如果您有不同的见解呢，也欢迎指正。但是啊，有些朋友认为这2个国家根本不存在可比性，用加拿大去跟美国做比较呢，就是去蹭美国的热点。我承认啊，加拿大从国家实力啊各个方面都不如美国，甚至呢经济命脉和文化属性呢也都是被美国掌控。那么在美国人眼里呢，加拿大根本就不值一提。但是呢，加拿大这个国家也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尊严，无论是政治体制还是国民的价值观上，都在跟美国是有着本质的区别，甚至某种程度上来说呢，一直在竭力避免被美国化。我生活在加拿大啊，对这个社会也更加的熟悉，也更加的充满感情。加拿大社会呢，虽然也有着种种的问题，尤其是最近几年呢，受到失败的移民政策所困扰，但是呢，这个社会依然有着它巨大的优点，尤其是对于移民啊。加拿大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移民第2多的国家，更是我们华人最关注的移民目的地之一啊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，美国与加拿大的移民生活绝对是有比较的意义的。后面呢，我也会一直持续关注加拿大、美国，甚至世界很多其他国家的移民体验的对比。好了，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大伟探秘加拿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